看懂了金融，你会更明白钱为什么会来，为什么会走，以及怎么让钱开始为你工作。一说到金融，很多人脑子里会冒出这些词：跟钱打交道，西装革履，很高端，很有地位，好像这是一个离普通人很遥远，但很多人又很向往的行业。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选择了金融专业。但后来我才发现，金融其实和每个人都密切相关。比如你存定期、刷信用卡买东西、找银行贷款、买保险、还房贷，这些其实都和金融有关。那到底什么是金融呢？在金融行业工作了10多年的我，今天就用简单的话，结合生活中的例子，带你把金融这件事讲清楚，也看看我们每个人是怎么参与到这个体系里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金融，金就是钱、资金，融就是流动、融通，合在一起就是钱的流动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有的人手里有钱，但暂时用不上，也有人正好缺钱，但未来能赚回来。金融做的事情就是把这2种人连接起来，让钱从暂时用不到的人手里流到更需要它的人手里。所以金融的核心其实就是一句话：把钱配置到更需要它也更能用好它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会用一些生活中的例子，带你一步一步理解金融的常见概念，比如银行、股票、投资、债券、保险等等。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我想开一家健康营养餐店，但手头资金不够，正好有个朋友手里有一些闲钱，我就跟他说：你借我一部分钱，我到时候除了把本金还给你，再多给你一点作为利息。这其实就是金融最原始的样子，一个人把暂时用不到的钱借给另一个正好需要钱的人，借钱的人可以用这笔钱去赚钱，借出钱的人也能获得利息，双方都可以受益。在没有银行之前，人们其实就是这样完成金融活动的。那后来为什么出现银行了呢？还是回到我的那家健康营养餐店，因为食物健康又有营养，生意做得越来越好，我想再开一家分店，这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来扩张。但问题来了，第一，我的朋友可能已经没有多余的钱再借给我；第二，有些认识的人虽然有钱，但担心我经营不好，连本金都还不了，所以不愿意借；第三种情况呢，也许有一些人手里有钱，愿意借出去赚利息，但我根本不认识他们，也找不到他们。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有钱的人找不到需要钱的人，需要资金的人也找不到有钱的人。银行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出现的。从大家的角度来看，把钱存到银行既安全又能拿到一点利息，而从银行的角度来看呢，他把很多人的钱集中起来，形成一大笔资金，就像一个资金池，再把这些钱借给真正需要的人，比如买房的人、开店的人、做生意的人。银行一边付利息给存钱的人，一边用更高一点的利息把钱借出去，赚中间的差价。所以你可以把银行理解成一个钱的中转站，一边吸收存款，一边发放贷款，把分散在每个人手里的小钱变成可以做更大事情的一笔钱。所以你会发现，金融不只是钱，而是让资金流动起来，被高效利用，从而创造价值的一整套系统。那当你把钱存进银行，其实本质上是在做一件事，把钱借给银行赚取利息。在金融里，这种把钱借出去赚固定利息的行为就叫做债权投资。所以换个角度看，其实每一个把钱存进银行的人，本质上都是在做债权投资。这时候你可能会问，朋友担心风险问题，不肯借钱给我做生意，难道银行不担心风险吗？说实话，银行当然也害怕风险了，但银行和我们普通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我们是把一笔钱借给一个人，而银行是把很多的钱借给很多人。比如你把1万块钱借给我，如果我还不上，你就亏了1万。但银行不一样，银行把钱借给了100个人，有的人按时还，有的人提前还，可能只有少数人还不上，只要大部分人能还钱，银行整体就不会亏。银行还有一层保护，它会挑人，不是谁都能借到钱。
这就是为什么在放贷款之前，银行会看你的收入，搜查信用记录，有没有欠债，确认你有能力还钱才会放款。所以一句话，银行不是不怕风险，而是把风险分散了、控制了、算清楚了。我们普通人很难做到这些。那股票为什么会出现？再往前一步讲，如果我开的这家健康营养餐店不只是简单的借钱，而是告诉你，你投资一部分钱，以后赚的钱分你一部分，这时候你就不是借钱了，而是入伙。你不再拿固定利息，而是跟着我的生意一起承担风险，一起分享收益。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股权投资，就是投资人直接把钱投给一家公司，成为他的股东。举个很典型的例子，有个投资人叫 Chris Sacca 克里斯斯卡，大概在2007到2008年左右，在 Twitter 还很小的时候，分多次投资了几百万美金成为早期股东。后来 Twitter 逐渐发展壮大，在2013年 IPO 上市之后呢，他逐步卖掉股票，最终赚了数亿美元。这个回报是非常惊人的，当然它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，高风险高回报，低风险低收益，这是很常见的逻辑。那为什么会有股票这种东西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生意越做越大了。像我这种小店，可能2万、5万就够了。但如果我要开10家店，甚至做成连锁品牌，1-2个人的钱就不够了，而且风险也变得更大。这时候就需要让更多人一起出钱，把一门生意拆成很多小份，这些小份就是我们所说的股票。谁出钱买了一份，谁就拥有其中的一小部分，就变成了小股东。购买的股票就是你是小股东的证明。所以你会发现股票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，它本质上呢，就是把一个生意拆分，让很多人一起参与。公司做得好，你跟着一起赚钱；公司做得不好，你也要一起承担风险。到这里，我们其实讲了3种不同的筹钱方式：借钱、入伙做生意，还有股票。借钱就是提前说好回报，不管公司赚多赚少，你只要按时拿回本金和利息就可以。这在金融里叫债权投资，而入伙做生意是不同的。入伙做生意在金融里面的术语是叫股权投资，就是你成为公司的股东，跟着一起承担风险，一起分享收益，但是赚多少是不确定的。而股票呢，其实是把这种入伙的关系做成一份一份可以交易的形式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股权投资和股票本质上都是当股东，但还是有区别的。股权投资通常更长期，不容易随时退出，而股票是可以随时买卖的，更灵活。如果公司后来上市，原来的股权投资就会变成股票，这个时候股权投资人就可以通过卖出股票，把之前投进去的钱收回来。债券为什么会出现？我们刚刚讲过，股票其实就是你入伙公司拥有一小部分生意的证明。但反过来想一下，如果是借钱，是不是也需要一个证明？在个人之间借钱，可能就是写个借条，但如果是在社会上大规模借钱，不可能每个人都单独打借条，对吧？这样太麻烦，也不好管理。这个时候债券就出现了。债券其实就是一种借钱的凭证，谁需要钱，谁就可以发行债券。比如政府要修路、建学校、做公共项目，就会通过发行债券来向大家借钱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债。公司要扩张、投资、发展业务，也可以通过发行债券来向大众借钱，这叫公司债。金融机构发行的叫金融债，这些其实都属于同一类东西，债券。不过这里要注意一个区别，你借钱给朋友写的借条一般不叫债券，只有面向很多人发行，而且可以流通、可以买卖的借钱凭证才叫债券。为什么保险也是金融？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保险其实也是金融的一部分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我们前面讲的金融更多是在讲借钱、合伙赚钱，但金融其实还在解决另一件同样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风险。有些风险大到个人是很难承受的，比如突然生一场大病，或者发生严重意外，可能一下子就是一大笔开支。
甚至把多年的积蓄全部花掉。这个时候保险就出现了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假设有10000个人，每个人每年拿出一小笔钱，大多数人这一年其实什么问题都没有，但总会有少数人真的会遇到问题，需要一大笔钱来应对。保险做的事情就是把大家平时的一点点钱集中起来，用来帮助那些真正遇到风险的人。所以说白了，保险其实就是把一个人扛不住的大风险分摊给很多人一起承担。也正因为这样，金融不只是帮你赚钱，它还在帮你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，让生活变得更可控。风险管理就是金融里面最核心的一部分。说了这么多，其实金融就是围绕着钱做的4件事：存钱、借钱、投钱、管风险。存钱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手里有钱，不至于慌；借钱是为了在当下就能做本来做不到的事情，比如买房，让家人住得更舒适；开店、开公司，既为社会创造工作机会，也为自己赚更多的钱。而投资是希望让钱慢慢变多，而不是一直停在那里。买保险是用来挡风险，防止因为一次意外把多年的积蓄一下子花掉。所以金融的本质就是钱的管理、流动和筹集，以及在风险和回报之间做取舍。一般来说，风险越低，回报通常也越低；风险越高，潜在回报也可能更高。那金融的好处是什么呢？金融通过把很多人的钱集中起来，流到更需要它，也更能创造价值的地方。对个人来说，它帮我们把生活过得更稳定、更安心；对整个社会来说，它推动社会运转，让钱不再只是躺着，而是变成生意、工作机会，甚至推动科技的发展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、更高效，也有更多选择。你可能不做生意，不炒股，不买基金，但你一样活在金融里。你借钱贷款是金融，你买保险也是金融。金融不是少数人的游戏，而是每个人每天都在接触的钱的规则。看懂了金融，你不一定马上暴富，但你会更明白钱为什么会来，为什么会走，以及怎么让钱开始为你工作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对你有一点点帮助，记得点个赞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，也欢迎订阅一下。有什么想听的话题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